如此重口味的克苏鲁神作，你不会还没看过吧？男人为了复活女儿，打开暗黑的异世界，结果却孕育出了恐怖怪物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比较经典的克苏鲁风格科幻恐怖片《虚空异界》。深夜，林中小屋的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，卷发男惊慌失措地夺门而出，紧随其后的女人也尖叫着逃了出来。然而没走多远，女人就被身后的枪手击中，枪手将汽油桶交给儿子，让他浇到女人身上，无视女人声嘶力竭的求饶，枪手扔出手中的烟头，熊熊烈火中，女人被活活烧死，父子俩扬长而去。殊不知，不远处一个身穿黑三角白袍的异教徒正密切注视着发生的这一切。路边，警察丹尼正在休息，突然一个男人踉踉跄跄地从小树林里跑到马路上。出于警察的职责，丹尼连忙下车查看，原来是刚才从林中小屋逃出来的卷发哥。见他伤得不轻，丹尼连忙把他送往最近的医院。医院不久前经历过一场火灾，虽然损失惨重，好在并没有完全被弃用。原本丹尼是不想来这家医院的，因为他的妻子艾丽森正是这里的医生。两人最近处于感情破裂的边缘，见面的话难免尴尬，但眼下为了救人，丹尼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卷发哥被艾丽森推走接受救治，小镇不算太大，丹尼和镇上的居民基本都认识。就在他和怀孕的女孩聊天时，躺在床上的卷发哥却突然癫狂起来，注入镇定剂后才渐渐安静下来。没人知道卷发哥的真实身份，而他的胳膊上还有很多奇怪的针孔，不排除是个瘾君子的可能。安顿好卷发哥，丹尼才想起清理衣服上的血渍。这时艾丽森端着咖啡走了进来，兴许是太久没见的缘故，夫妻俩的交流显得既熟悉又陌生，而院长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尴尬。等艾丽森离开后，院长告诉丹尼，卷发哥并无大碍，等他醒了就能审讯。院长对丹尼夫妻俩十分熟悉，他以男人立场劝告丹尼应该对艾丽森温柔一些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丹尼和艾丽森失去了儿子，正因如此，夫妻俩才处于分居状态。而艾丽森一直没能走出阴影，院长也曾经失去过一个女儿，所以他很理解丹尼夫妻俩的感受。院长的话让丹尼陷入思考，或许之前是自己太忽略妻子的感受了吧。时间悄然流逝，医院内外风平浪静，可这种安宁总给人一种说不上来的诡异感。路过病房时，里面的动静引起了丹尼的注意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走了进去。然而血腥的一幕就连他这个警察都吓得目瞪口呆。只见一名护工站在病床前，床上的年轻人已经死去，护工自己的脸皮也被他剪得不堪入目。他一边说这不是我的脸，一边向丹尼发出求救信号。然而看着护工拿着剪刀逼近，出于自卫，丹尼最后枪杀了护卫。枪声惊动了其他人，大家都被病房里的场景吓坏了。第一次杀人让丹尼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。小镇向来安静祥和，鸡鸣狗盗的事都鲜有发生，更别说恶性杀人事件，还是这么邪乎的。卫生间里，丹尼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奇怪的画面，乌云密布的天空，怪石嶙峋的山川，还有疯狂跳动的心脏。等丹尼再次醒来，院长与艾丽森就在身边。艾丽森认为丹尼是癫痫发作，安慰他放松下来。当听说一名洲际老警察已经赶到医院，丹尼不顾反对，要连忙向对方汇报刚才发生的事。老警察告诉丹尼，距离医院20公里的一处民宅中发生了血案，卷发哥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。由于他衣服上的血都不是自己的，所以老警察怀疑卷发哥就是凶手。和出色的警察父亲相比，丹尼的表现似乎并没有让老警察很满意。于是老警察没收了丹尼的配枪，心里万般不爽。丹尼想联系警局里的同事说明情况，然而不管是医院里的座机还是警车上的通讯设备全都没有信号。就在这时，附近出现了一个异教徒，丹尼询问他想要干什么，结果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伴随耳边一阵号角声，整座医院的灯光瞬间熄灭。来不及反应，丹尼被持刀的异教徒扑倒在地，无法反抗，任由对方将刀子狠狠扎进他的身体。最后关头，丹尼奋力一推，才勉强脱身。
此时他才看清医院四周早已被异教徒包围，他连忙逃回医院，说了一句救命后便倒在血泊之中。在艾丽森和院长的抢救下，丹尼总算转危为安，只不过昏迷期间他又看见了诡异的一幕幕。与此同时，病房里正在发生恐怖的事情，死去的女护工竟然变异成了恐怖怪物。第一个倒大霉的就是卷发哥，他被老警察铐在床沿，无法脱身，眼看怪物的触角伸向自己，卷发哥只能发出惊恐的叫声。危急关头，丹尼等人及时赶到，成功从怪物手上救出了卷发哥。外面的异教徒们虎视眈眈，医院内部又出现了怪物，形势陡然严峻起来。坐以待毙不是办法，丹尼打碎玻璃，拿到消防斧，准备和老警察一起杀出血路。然而还没正式行动，枪手父子突然杀到，两人的目标正是卷发哥。见状，不讲武德的卷发哥挟持孕妇当人质，这让本就混乱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，似乎一切都在失控的边缘。丹尼只能极力控制场面。院长勇敢上前劝说卷发哥放下屠刀，重新做人。可惜卷发哥并没有被他感化，反而刀死了院长。而自始至终看似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却一直躲在身后无所作为。怪物远比人类可怕，不知何时他悄悄出现，将老警察拖进病房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停止了手里的动作，大家终于意识到要想活命唯有团结。为了拯救老警察，丹尼手持战斧走进病房，忽明忽暗的灯光下，怪物的触角伸进老警察的眼睛，直达脑内，显然已经无力回天。见丹尼上前，怪物的触手将他掀翻在地，紧接着枪手父子赶到。面对恐怖的怪物，两人看起来都是熟练工。儿子肖恩抄起斧头就是一顿砍，父亲老肖则开枪击碎怪物的脑袋。等到他失去反抗能力，父子俩连忙物理输出，成功将怪物剁成肉泥。老肖父子身份不明，安全起见，丹尼连忙跑到医院大厅，呼吁大家赶紧躲起来。可是已经晚了。完事后，老肖追过来想干掉所有人，理由是他们都和怪物接触过，很可能也会变异。在丹尼的劝说下，老肖才渐渐冷静。问起外面的异教徒，老肖父子不愿所说，只是告诉大家他们是被刚才的号角声召唤到此的。随后众人焚烧了老警察的尸体，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接二连三的暴击让孕妇早产，避免一尸两命，艾丽森必须尽快给她做剖腹产手术。在此之前，要到药物室找一些必须的药品。为了确保妻子的安全，丹尼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希望老肖父子能和他一起到外面的警车里取弹药。起初老肖并不愿意以身犯险，直到丹尼同意分他一点枪支弹药，三人小心翼翼来到外面。此时的草地上空空如也，异教徒们不知何时纷纷蛰伏到了树林之中。三人各司其职，老肖负责防守，丹尼和肖恩则争分夺秒找东西。可就在准备撤离的时候，消失的异教徒们再次现身，好在有惊无险。然而等丹尼回到医院，却发现艾丽森不在孕妇身边。原来几分钟前，为了能尽快手术，艾丽森不顾危险独自前往医药室。丹尼带着老肖赶紧去找人，可医药室里并没有艾丽森的身影。掉落在地的药物让丹尼心头一紧，艾丽森恐怕已经出事。来到走廊，院长办公室里突然传来一阵座机铃声。丹尼接过电话，那头竟然传来院长的声音。他不是已经被卷发哥杀死了吗？院长告诉丹尼，艾丽森现在就和他在医院的地下室，他正在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，只要成功了，他死去的女儿就能复活，而整个过程艾丽森将发挥重要的作用。老肖发现一个铁盒子，里面放着的都是异教徒和怪物的照片。此外，在院长的笔记本上同样发现了有关三角符号的记录，似乎和某种献祭仪式有关。原来门外的异教徒就是院长召唤而来的，为了获得永生复活女儿，他要将医院里的人全部献祭。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照顾孕妇的任务只能交到实习生的手上。不过在前往地下室之前，还有一件事要做。老肖在院长的铁盒子里找到了卷发哥的照片，因此审问卷发哥势在必行。威逼之下，卷发哥终于坦白，原来院长就是邪教头子，他利用之前被老肖烧死的那个女人，到处勾引社会边缘人。作为瘾君子，卷发哥也被女人盯上。
起初他以为林中小屋里有小药丸，于是被女人哄骗到那里，万万没想到那里正在进行恐怖的献祭仪式，被异教徒杀死的人最后全都变成了怪物。了解情况后，三人押着卷发哥前往地下室，穿过停尸房，一条通向幽暗地下的楼梯映入眼帘。老肖心里打起退堂鼓，丹尼却坚持要下去一探究竟。这时候卷发哥的作用也体现了出来，他被迫站在队伍前方打头阵。没过多久，几人进入一间诡异的房间，地上画着三角符号，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让人作呕的腥臭味。没猜错的话，这里正是献祭的地方。老肖告诉大家，他在林中小屋的地下室中也发现类似的房间，那里尸体横陈，异教徒将献祭者放在桌子上，对他们进行身体改造，其中一些人在手术还没完全结束前就已经变成了怪物。说着说着，他们来到一扇铁门前，上面同样画着三角符号。刹那间，丹尼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异世界的景象，见他晃神，一旁的老肖撞了撞，这才把丹尼拉回现实。艾丽森这边，等他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手术台上，院长不停对他洗脑，表示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实验，要是成功了，艾丽森死去的孩子就能复活，同时他的女儿也会回到自己身边。原来之前医院发生的火灾并不是意外，而是院长实验失败，那些被献祭的人不想变成怪物，于是放火自焚。掀开白布，艾丽森的肚子明显隆起，里面的东西正在不停蠕动着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里面绝对不是一般的小生命。地下室这里，丹尼等人打开铁门，却见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：残缺不全的躯体挂满整个房间。说这里是人类屠宰场也丝毫不为过。震惊之际，房间深处不断传来重击的声音。循声走过去，只见一具尸体正机械地撞向面前的钢筋，即便脑袋已经空洞，依然没有停下。原来房间里的这些尸体正是院长口中的失败品，他们并没有死于火灾，而是关在地下室，被院长用某种方式再次复活。突然，房间里的尸体全部苏醒，面对危机，他们连忙开枪，并肩作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糟糕的是，老肖被幻象迷惑，独自走开。卷发哥为了逃跑，竟然偷袭丹尼。两人纠缠时，一只怪物以极其扭曲的姿势不断逼近，最终卷发哥被怪物拖走，残忍虐杀。孕妇这里，她似乎受到某种召唤，身体开始大出血。实习生缺乏经验，迟迟不敢下刀，这可把大爷急坏了。就在他鼓励实习生的时候，被人猝不及防地割喉而死。下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爷的亲孙女。原来她是院长的信徒，肚子里的孩子正是院长的骨肉。灯光熄灭，门外出现2名异教徒。孕妇和他们离开后，实习生拿起对讲机准备逃离医院。然而门口聚集了无数异教徒，他根本无路可逃，只能躲在柜子里。肖恩正在寻找父亲的路上，来到走廊尽头，他竟在墙上看到熟悉的合照，紧接着居然来到自己家中。客厅里，老肖背对着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看到肖恩出现，他变得十分暴躁，指责一切都是肖恩的错。原来老肖一直有个心结难以释怀，认为是肖恩的失职才导致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丢了性命。见父亲失去理智，肖恩连忙拿起燃烧棒自救，灼烧的疼痛感终于让老肖恢复理智。他眼含热泪，求肖恩原谅自己。没猜错的话，老肖妻儿的离世很可能与异教徒有关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一直都在追踪异教徒。丹尼尔隐约间听到艾丽森的呼唤，于是拿着消防斧小心翼翼靠近声音传出的房间。打开门，他看到艾丽森完好无损地躺在手术台上，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放下，时间仿佛也在这一刻回到了最美好的日子。两人一起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。然而熟悉的声音将这美好幻象彻底打破，丹尼不得不面对残忍现实。心爱的艾丽森早已被院长改造成了怪物，从他肚子里孕育出来的并非是两人爱情的结晶，而是可怕的触手怪物。不忍心艾丽森以这种面目苟活下去，丹尼抄起手里的斧头狠狠劈了下去。事后院长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对艾丽森的改造不过是献祭的一部分，他希望丹尼也能加入。
话音刚落，丹尼感到一阵刺痛，是孕妇在他背后捅了一刀。此时已经变成怪物的院长终于现身，他告诉丹尼，你会重生，但首先你必须为我而死，就像你的父亲和儿子那样。好家伙，意思是丹尼的警察父亲和刚出生的孩子其实都是被院长害死的，这仇恨值还不瞬间拉满吗？伴随着咒语，异世界的大门缓缓打开，孕妇当场被献祭，院长的女儿以她为容器获得重生，这长相可真是苍了天了。就在丹尼危在旦夕时，老肖父子找到这里，两人成功将怪物引了出去。可是他们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，交战中怪物伸出触角将老肖拖到跟前，伴随触角不断深入，老肖自知在劫难逃，于是将汽油浇满全身，要和怪物同归于尽。怀着沉重的心情，小恩将火焰丢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老肖完成了最后的使命，可没想到危机并未解除。小恩逃进走廊，怪物紧随其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原本宽敞的走廊变得越来越闭塞。等肖恩成功逃脱时，怪物则被墙壁夹成了肉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重伤的丹尼奋力将斧头砍向了院长，他不仅抵挡住了对方的蛊惑，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将恶魔推入了异世界。故事最后，医院恢复了平静，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。门口的异教徒们也全都消失。小恩顺利找到实习生，两个逃出升天的人相拥而泣。而在异世界里，丹尼和艾丽森也终于重逢。作为一部让人惊喜的小成本邪典佳作，编剧的脑洞大胆奇特。影片借鉴了上世纪80年代诸如《怪形》《养鬼吃人》等经典电影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宇宙体系，但看起来并没有套路化的观感，呈现出的异象世界更是成功营造了一股弥漫全片的神秘悬疑。总而言之，喜欢克苏鲁题材、喜欢重口味的人，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